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给大家解读经济评论家加古圭一先生所著的《请告诉我如何不为金钱而发愁》这本书。作者加古先生曾在野村证券集团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企业评估和投资业务，之后独立出来，并在本职工作之外持续进行了30多年的股票投资。现在他作为个人投资者，已经积累了数亿日元的资产，可谓是投资理财方面的专家。经济上富裕的方法，其实在过去的10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唯一且最可靠的方法是：一、扩大收入；二、控制支出；三、将剩余的钱储蓄起来并加以增值。如果能够坚持执行这一策略，就能够摆脱为金钱所困的生活。持续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能够克服这一困难，许多人将迎来光明的未来。时间是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的公平资源，如何利用它，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不是钱本身，而是如何处理金钱的智慧。许多人会对未来和金钱而感到不安，那么如何消除这种不安呢？事实上，作者认为这种不安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选择。例如，那些只能靠现在公司的收入来维持生计的员工，即使面对苛刻的上司、恶劣的人际关系、压力巨大的工作环境或长时间的工作，也无法逃脱出去，因此会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永远无法消除心里的不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心里能认为大不了换个工作，或者即使离开公司成为自由职业者也能养活自己，那么视野会变得更加开阔，心情也会放轻松很多。换句话说，如果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行动，就会感受到不安。因此，消除不安的唯一方法就是始终确保有多个选择，并随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行动。此外，作者还认为，储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思考人生规划时，有一定的积蓄将会大大增加您的选择范围。当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就能够立即行动起来。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对未来的担忧，人们对无法预见的未来会感到不安。因此，如果想要消除这种模糊的不安，就需要尽量减少无法预见的情况，认真思考一下自己未来要从事的工作、共度一生的人以及自己想过的人生。有了对未来的愿景，就不会因为现在的模糊不安而停滞不前。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如何不断积累财富；第二，如何聪明地使用金钱；第三，如何从金钱中获得自由。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如何不断积累财富来开始解释。可能在座的各位中，有些人会感到过困惑，觉得自己并没有经常浪费钱，但却总是无法存下来钱。其实那些无法存下钱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明确的存钱目的和金额。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存钱？需要存多少钱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为了以防万一而存钱的，多存一些钱会比较安心。这里所谓的以防万一，究竟需要多少钱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紧急情况大多是重大疾病，认为一旦遭遇到重大疾病，医疗的费用会非常高。然而，在日本，有一种高额疗养费用制度，这个制度可以让一定金额以上的个人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来承担。简而言之，无论遭遇多么严重的疾病，一般来说，有100万日元左右的积蓄就能够足以应付了。除了重大疾病以外，另一个以防万一的情况可能就是突然失业。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没有了收入来源，但依然需要维持最低的生活费用。大家可以计算一下，自己每月需要多少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例如，在日本，如果住在城市里，每月需要大约15万日元的生活费，那么失业3个月需要45万日元，失业半年则需要90万日元。这些就是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成本。假设突然失业，大家可以想一下，需要几个月才能找到新的工作。如果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确定最低的存钱目标。
当然，上述情况是假设完全依靠自己的情况下，如果能得到家人的部分支持，存钱目标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总之，如果想要存钱，首先就要明确存钱的目的和金额。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应该如何存钱。作者介绍了一个许多擅长存钱的人都在使用的简单且有效的方法。首先需要准备2个银行账户，一个是日常开支账户，另一个是储蓄专用的账户。当每月的工资到账后，立即将其中的20%转入储蓄专用的账户中去，日常开支则严格控制在剩下的80%以内。因为人的意志力是很薄弱的，如果不强制分离账户来进行储蓄，最终都会因各种借口而无法存下钱。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如果能设定自动扣款，每月将工资的20%自动转入到储蓄专用的账户中去，则会更加容易执行这个方法。例如，如果您的月薪是30万日元，那么自动扣除6万日元，剩下24万日元将留在日常开支账户。您应该以月薪24万日元的标准来安排生活。转入到储蓄专用账户中的钱，可以考虑用于定投等投资。希望大家在存钱时能够利用这个有效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更具体的讨论一下如何通过节约开支来存钱。说到节约开支，有的人可能会想到把午饭控制在500日元以内，或者在百元店购物。然而，最有效的节约开支方法是控制固定的开支。房租是最大的固定支出之一。一般来说，房租应控制在总收入的30%以内，但这并非绝对。如果是为了缩短通勤时间，而选择在市中心的工作地点附近居住，从节省时间成本的方面来看，即使房租较高也是值得的。反之，如果通勤对你来说不是一种负担，甚至可以在通勤中进行阅读学习的话，那么您可以选择住在离工作地点稍远但房租便宜一些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节省我们的开支。如果高房租可以节省您的时间或者增加收入，那么在房租上投资是合理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预期，控制房租的成本是绝对有必要的。重新审视房租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大幅存钱的机会。如果您决定重新审视房租，下一次搬家时可以选择一个比现在小一些的房间。同时，考虑简化生活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极简主义和简约生活方式非常流行，这种生活方式提倡不要拥有多余的物品，在搬家的同时进行断舍离。你会发现，物品不仅占据了物理空间，也占据了我们的思维空间。通过这样做，即使搬到了一个比现在小一些的房间，也能够像现在一样的舒适。另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就是汽车。根据居住地区，有些人可能确实需要汽车，但对于住在城市中心的人来说，汽车其实是并不必要的。偶尔才用一次的汽车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奢侈浪费。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公共交通或租车来代替汽车，从而降低固定支出。通信费用也是一种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固定支出。作者指出，从节约的角度来看，安卓手机远优于苹果手机。苹果手机的价格过高，但购买安卓手机有时候仅需1万日元，还可以取消大型运营商的服务，转而使用廉价的 SIM 卡服务，这将会带来显著的节约效果。此外，近年来无现金支付越来越普及。作者推荐大家使用无现金支付，因为无现金支付可以清楚地显示您的消费历史记录。通过每周定期查看无现金支付的历史记录，您可以发现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信用卡的分期付款是绝对不可取的。一般分期付款的利率大约为15%，这几乎和高利贷一样高。此外，如果您想存钱，就必须立即戒掉吸烟和赌博的习惯。吸烟不仅花费大量的金钱，还对我们的健康有害。玩老虎机等赌博活动也绝对无法让您存到钱。接下来是第2部分，如何聪明地使用金钱。如果能够学会聪明地使用金钱，会让我们更容易存到钱。
首先，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通常我们的金钱会花费在哪些方面？最常见的开销之一就是社交费用，比如和朋友一起吃饭，与晚辈一起去喝酒，或参加工作相关的聚会。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便会发现这些开销占据了我们日常支出的大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精明地支配这些费用呢？一种策略是将其视作一种投资，用以培养对未来有益的人际关系。例如，有的人喜欢在晚辈面前展示自己的财富，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晚辈都值得这样的投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位的提升，能够为你努力工作的晚辈或下属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慷慨地招待那些你非常重视的人，是一种明智的社交花费。而从下属或晚辈的视角来看，一个经常请客且值得尊敬的上司，与一个工作之外从来没有交流的上司相比，如果同时布置任务，他们自然更倾向于优先考虑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这是人之常情。通过一起用餐并慷慨地请客，建立牢固的同盟关系，是一种传统且有效的交际手段。精明地使用社交费用的方法是，仅将其用于那些您真正喜爱并愿意深交的人身上。除了社交费用以外，另一个最常见的开销就是自我奖励，比如在辛苦工作后购买心仪的名牌商品，或者与朋友共享高档餐厅的美食，再或者购买汽车等。许多人可能会为自己安排这样的奖励，然而作者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自我奖励根本毫无益处，甚至完全否认其必要性。为什么自我奖励不被推崇呢？因为它背后往往伴随着不必要的开销。尽管我们明知这些物品并非必需品，但自我奖励这一概念却为我们提供了合理化非必要支出的理由。若您希望过上不为金钱发愁的生活，并精明地使用金钱，那么应该只购买必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因此，如果那些华丽的饰品或最新的电子产品是真正必要的，那就直接去购买，不要用自我奖励来为自己辩解。接后，让我们忌用自我奖励这一诱人的词汇。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更聪明地使用金钱，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从而更容易存到钱。希望大家能将这些策略运用于实际生活中，来实现理想的财务成果。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如何从金钱中获得自由。许多人之所以存钱，是出于对退休生活的担忧，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存多少钱才能消除这种担忧呢？比如在日本来说，如果您在寻求一个具体的目标，那么1亿日元可能是个不错的起点。假设将这笔钱以3%的年化收益率进行投资，每年就能获得约300万日元的被动收入，再加上退休金的补充，只要生活不是过于奢华，那么您就能够一直享受舒适的生活。虽然在日本这种做法还并未完全普及，但在美国，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独立和早期退休。他们中许多人的目标是在35岁到40岁之间存到1亿到2亿日元。为此，他们会节俭生活并努力工作。一旦实现目标，他们便计划过上一种可持续的简约生活。这种趋势被称为 FIRE， 即经济独立和早期退休。虽然 FIRE 作为一种新兴趋势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求，但是否通过实现早期退休就能获得幸福，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们不必再忍受不喜欢的工作，经济上的不稳定感也未必能完全消除，因为人的需求总是在变化的。当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后，到时候可能会想要的更多。比如，可能您会觉得当拥有1亿日元的资产后，就能一生无忧无虑。但事实上，之后您可能会觉得需要10亿的资产。人对金钱的担忧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成为了富人，这些担忧也不会消失。新的目标和需求会不断涌现。要想彻底从金钱的担忧中解脱出来是很难的，
因此，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和拥有多少资产才能令我们感到安心，而是只需意识到拥有最低限度的资产即可生存就可以了。同时，不应将资产仅视为金钱，工作技能和人脉也是您生存的重要资产。即使现金资产不足，利用这些资源同样能够支撑起您的生活。这样的信念能给您带来力量。最终，这种只要有这些最低限度的资产就能安心的信念，会将您从担忧中解放出来。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 FIRE 得到幸福，但一般来说，早期退休确实能让人感受到幸福。许多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和自由支配的金钱，认为金钱是工作辛苦的回报。如果不必为了生活而辛苦工作，我们自然会感到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正确方式。工作本身也可以带来快乐，完成某些任务后的成就感和额外的喜悦也是一种幸福。对于那些热爱工作、以工作为生活意义的人来说，不工作反而会感到不幸福。拥有一定资产之所以被认为能够带来幸福，是因为它可以让您不受他人的限制，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在早期退休后，您可以选择悠闲地过着每天的生活，或者参与志愿者等社会贡献活动。最后，让我来讲解一下如何从金钱中获得自由。当拥有足够的资产后，您不再需要为了赚取生活费而忍受着工作的压力，或者与不喜欢的客户打交道。这是因为，即使失去了这份工作，你也能够生活得很好。选择的多样性是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当所有选择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忍耐的情况会减少，压力也会随之减轻。那么，为了积累足够的资产，创造充满选择的未来，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答案非常简单，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经济上富裕的方法其实在过去的10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唯一且最可靠的方法是：一、扩大收入；二、控制支出；三、将剩余的钱储蓄起来并加以增值。如果能够坚持执行这一策略，并通过投资等方式增加这些盈余，就能实现早期退休。这种方法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能够坚持这一平凡法则的人却很少，所以真正变得富有的人也十分有限。也许有的人期待更新颖、更快捷的方法，但这才是唯一且最可靠的方法。对于那些家境普通，也不会中特等奖彩票的普通人来说，能够长期坚持这一法则的人，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作者通过这种方法，30年来不断进行储蓄和投资，如今拥有了数亿日元的资产。只要您能突破长期坚持的壁垒，光明的未来就在等待着您。时间是平等赋予每个人的权利，能否利用时间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一个不为金钱而发愁的人生并不遥远，关键在于您是否愿意去实现它。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这样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